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003航母推迟服役的原因让人心寒；004航母或将提前开始建造。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除了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还特别关注中国的国防建设，尤其是海军，生怕自己军事第一强国的地位受到挑战。最近更是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即将有第4艘航母，即核动力航母。当然，这一消息中国并未证实，但从美国的报道中，我们也是可以看见许多信息的。第4艘航母在舰消息从何而来？自从中国拥有辽宁舰和山东舰以来，美国就十分关注我国航空母舰发展状况。早在之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院发布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特别指出，中国正在建设第3艘国产航空母舰，并公布航空母舰排水量由此前的8万吨变为10万吨。近日，美国媒体国家利益私下采访2名内部军事人员，根据他们透露得知，中国在建造第4艘航空母舰，并且中国人一直期待的核动力技术也在这艘航空母舰上得到实现。这是一艘排水量10万吨的核动力电磁航母，突破了中国以往的造船技术。当然，这些消息都只是美国媒体的单方面报道，中方未正面回应。关于第4艘核动力航母的消息，并未得到任何官方和专家的证实。建造核动力航母是必须走的路。美国这么关注我国在核动力航母上的发展，这是因为核动力航母对中国军事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世界军事形势的影响深远。为何一定要拥有核动力？核动力航空母舰有其特有的领先的优势。第一个优势是使用核能，核能相比传统的能源汽油具有2大优点，其一是续航能力强，其二是不受国际油价变动的影响。这些年来，核动力作为新型清洁能源，它功能的力度之大，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世界主要产油地区的动荡不定，也经常影响国际油价，困扰各国。这样的国际环境使得各国纷纷寻找新能源。如果中国真的能在建造第4艘航母的同时使用核动力，那么极大程度上就解决了海军军事要器航母受能源限制的问题，这满足了我国海军军事发展的第一个期待。其次是核动力航母建造与下海服役，满足了我国海防的更高要求。当今世代，我国的国防威胁主要来自于周边海洋，要满足保证海防安全，就需要配备数量足够的航母。就像军事专家曹老先生说的一样，1艘执行工作，1艘进行维修，1艘进行训练，保证这样的基本配置才能配合近海边防与远海边防。最后是能有效升级航母的武器配置，提升作战时的防守与进攻能力。首先，核动力潜艇在驱动时发出的噪音要更小，不易被敌军侦察到。其次是能源的充足，让搭载更多舰载机与配备更多的导弹系统成为可能，在面对敌方攻击时具备有力的防御与攻击。我国在造的第3艘航空母舰很可能会搭配新型5代战机，由此可想而知，一旦真的用上核动力和电磁弹射，航母可升级空间将会更大，装备武器数量上会更丰富，威力上会更强大。中国有能力建设核动力航空母舰吗？答案是肯定的。如今中国对核反应堆的研究也算是处在世界前列。民用方面，世界级的核电站就分布在我国；军用方面，我国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至今一直在积累经验与实力。建造方面，我国拥有不止一家的大型造船厂，造船业也早已经取代韩国地位。如今要研究核动力电磁航母不是问题，只是仍静待一段时间。2021只剩下不到1个月，已安装舰岛的003航母，如果年内不能下水，也必然会在2022年下水。从2012辽宁舰服役到003航母下水，10年磨一剑，人民海军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航母。我知道有人会立马跳出来说还没有核动力航母，数量也和美军相差太多。人民海军10年内的战略目标还是区域拒止和一带一路护航，保障海外利益。预测最核心的指标只有2个，尽可能多可供部署的先进航母数量和时间节点。具体指标就是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别看美军11艘核动力航母数量这么多，但常年可供部署的航母只有3到4艘，数量多但不能执行任务，除了放着当摆设，只剩心理安慰了。美海军就经常用2栖攻击舰带垂直起降的 F-35B 替代出勤率低的核动力航母，而90年代常规动力航母出勤率高得多。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当时美海军有14艘在役航母，8艘常规动力，6艘核动力。从海
海湾战争准备到战争结束长达6个月之久。美国海军集结了5艘常规动力和1艘核动力航母，常规动力航母出动率是8:5，而核动力航母出动率是6:1。剩下的5艘核动力航母一直在船场看直播，这从侧面反映出常规动力航母的出勤率更优秀，自持力和出勤率哪个更重要，不言而喻。回顾过去10年3艘航母的发展历程，也是标准的小步快跑。2012年服役的辽宁舰是苏联海军的瓦良格号改装，2019年服役的山东舰是复刻辽宁舰，也算掌握了国产航母的设计和建造流程。而即将下水的003型航母则是标准的美式风格，吨位大概介于小鹰级和尼米兹级之间，常规动力电磁弹射，战斗力肯定高小鹰级一档。10年磨一剑，人民海军至此也差不多掌握了建造现代航母的能力。我们来看未来10年人民海军航母第一个核心指标，尽可能多可供部署的先进航母数量。以美国海军的标准，除了不是核动力，003型航母的战斗力还是很均衡，但可能还不够先进。在小步快跑吃透了003型电磁弹射航母后，很有可能会有一款对标尼米兹级的9到10万吨级常规弹射航母，我暂且称之为004型航母，也必然会有一款对标福特级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我暂且称之为005型航母。再看未来10年人民海军航母第二个核心指标，时间节点，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在003型航母2022年下水，2024年服役的时间线基础上，要实现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时间紧迫，但美帝不会等我们。14-5需要同时开工3艘航母，而目前最成熟的是003型航母基础上改进的004型航母，大概率也是在江南造船厂开工建造，而江南造船厂也有可能会扩建或者利用现有大型船坞，同时开工建造2艘004型常规动力弹射航母，而核动力航母肯定也会有的。对标福特级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交给大连造船厂。基于以上分析，14-5期间人民海军将会服役1艘003型航母，可能开工建造3艘航母，其中2艘常规动力，1艘核动力，这样就能保证3艘新建航母15-5期间全部下水并服役，以较高的航母出勤率执行区域拒止和一带一路护航维稳的任务，尽快完成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的目标。未来10年，2021至2030是中美大国竞争在西太平洋角力的关键期，高出勤率的常规动力航母更符合人民海军现阶段性任务，快速补充马上能用的先进航母才是关键。在航母目标舰定型后，3个航母船坞同时开工建造3航母齐发，能快速实现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的目标，也拥有了实现2035年8到9艘航母服役的能力，同时具备了新兴大国2040年服役10到12艘航母的潜力。而在有幸见证我国赢得这场世纪竞争后，将来航母是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军迷可能无所谓了。最近印度海军某位现役军官指出，如果中国海军把3艘航空母舰全部组成战斗群，并且一起派到印度洋的话，那么以印度当前的海军实力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挡不住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印度拥有与其国力不相吻合的远大理想，就这么点海军实力，却认为印度洋是印度的洋，将广袤的印度洋视作自家的后花园一般，这未免也太自抬身价、自行拔高了吧？即便中国海军未来满载排水量8万吨、舷号18的003型航母服役，组成航母编队深入印度洋，那也是为了此处繁忙的海上航道承担安全保障任务而已。其实历来的中国海军并未将印度海军纳入作战对象，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印度海军现役军官却硬是要搬出现役4.5万吨超日王号航母孤军迎战中国海军3个航母编队，有被中国海军包饺子的下场。想象力丰富的中印在印度洋进行航母大决战，显然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空想。印度现役军官想象出中印航母在印度洋的大战，说穿了就是想加速改变印度海军的局面，至少在航母建造数量上不逊于中国海军，在印度国内制造舆论，为印度海军谋得更多的军费。航母绝不是宅男，随着003型航母在未来入列，到印度洋溜达也是常理之中。航母肯定是要远航的，要经历风雨和彩虹，不可能整天窝在军港内。以实现战略型的中国海军，未来拥有的航母将会
越来越多，将确保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波斯湾等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毕竟中国在海外的利益越来越广泛，出口的工业制成品越来越多，进口的油气和矿藏资源也越来越多。未来的中国海军肯定要靠自身实力，持续扩大的航母编队来确保上述海上航运通道的安全，而不依赖其他国家海军的保障。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海军有实力也有能力保障海上贸易通道的畅通和安全。随着与003型航母相配套的空警600固定翼舰载预警机、10吨级直20反潜直升机、弹射型歼 15B 舰载战斗机研制成功，包括海4型隐形舰载战斗机歼31项目推进也非常顺利。届时003型航母入列时，制约中国海军航空母舰舰载机部队综合作战性能提高的短板都已经被一一攻克，003型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就将非常值得期待。难怪印度海军某些现役军官内心那么焦虑了，敦促印度赶快造航母。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